相亲到底要不要 AA 呢？要 A， 不要 A， 要 A， 不要 A。我其实以前呢也从来没有在意过，就是出去约会相亲的时候，到底谁买单，到底要不要 AA 这回事情。可是自从我接触了我上一个男朋友，结束了这段感情以后，我突然发现，哦，原来有的时候第一次见面那一次约会，他的一些态度是可以说明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的。我跟我那个男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要去看电影，于是呢，在选完座位以后要结账了。当时这个男孩就拿出了他的手机，然后开始摆弄起了他的手机。他脸上的表情跟现场的场景完全不违和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镇定自若。我说 OK， 那我来买单，我就把这个电影票的钱给了。我买完单以后，突然回过神来对我说：“哎，对了，那个刚才买的那个电影票一张多少钱？我把那个钱支付宝的打给你。”天哪！我当时想，我说，哎，可能每个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，我不能要求我第一眼跟你见面的时候，你的想法就跟我惊人的一致吧？我说行。可是我意识到问题出现的时候是在我们3个月后分手的那一天，我就问他理由，他说他觉得我们的这段感情真的是我俩太不公平，他就在跟我要公平。他说之前哪一天我多倒了一次垃圾，之前哪一次我多洗了一个碗，我觉得这样点点滴滴，我就突然意识到，我们感情里边的每一次付出，每一个为你好的行为，我们都要来做一个比较。我想请问各位女生一句，这样男人跟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你还有勇气漫漫人生路选他跟你一起走吗？好，支持思达的可以按蓝键。思达，我就想问一句话，就是你的情感生活好像不太顺利哈？真的是，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渣男都会被你碰到？好，正方下一位。思达，姐姐啊，作为一个在男人身上摔过很多跤，喂，这就说话，所以就一直趴在他们身上。中老年妇女劝思达和在场的各位小女孩一句什么话呢？就是刚才你们的问题并不出在相亲上，是出在相处上，这跟 AA 制没关系，这只跟你们的价值观不同有关系。而女孩子们在跟男孩相处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价值观这么不相符的另一半，我给大家的建议是：快分手，莫强求。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天生容易遇渣男，是彼此价值观不吻合，互相碾压，把对方都弄成了渣。好，相处的问题讲完了，下面我们来讲相亲的问题。他们相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是大家在相亲之前压根儿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陌生人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迈出了彼此试探的第一步。有人这样子迈步的吗？对呀，比较鬼鬼祟祟。OK， 好，这个时候你会想，这个男生如果对我大方的话，以后就会对我超好。停一停，他这个时候不是在对你大方，他是在对一个陌生女人大方。所以这种喜欢乱大方的男人会有一个问题哦，他跟其他陌生女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会容易怎么样啊？爱花钱哦。所以等他变成你的男人的时候，他爱花的可就是你们的钱喽。对，不要急着笑。OK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艾丽刚才超有风度的说，我们男人就是要保护女人，不能让你们吃到一点点的苦。对，超级棒，艾丽，有空大家一起相个亲啊。来吧，拒绝我不要紧。好，那么下面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就是他认为买单是男人的本分，你们女人就做好女人，不要做大女人。请注意，不要着急，我不会论证女权主义那么拼的，因为我为人向来谦和。所以我就需要你一辈子不离开我，养条狗啊，养条狗啊！我只是要论证什么呢？请注意，众男人他没有把你当成人，什么意思？他爱你，
狗狗，你知道吗？它会照顾你吃，照顾你喝，照顾你拉，这个有点难。总而言之，它会把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好，而你只需要回馈它一样东西，这样东西听起来超甜蜜、超诱人的，就是取悦它。可是各位，因为你肯定能做一些猫猫狗狗做不了的事情。啊，对，有的猫猫狗狗也能，只要经过训练。OK， 好。可是各位，你知道吗？爱情中，女人最希望获得的，并不是取悦这个男人成功，是让他能够欣赏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。你不取悦他，他依然爱你；你露出缺点的时候，他依然爱你。这个时候，你才起码不是大女人，是一个人的存在。所以第一步，当我们还是陌生人的时候，让我们先划清界限，让你看清真面目的我，让我看清真面目的你，这才是我们对彼此最大的尊重。你们可以开始投票了，谢谢。好，敲钟上班的时间开始了，我是今天的奇葩议长马东，我们就是传说当中的马小康。大家都知道，我们每期都会有一个女神出现在我们的现场，但是女神确实没那么多啊，所以今天就请了一个神。你应该说就请了一个女的，我就请了一个跳大神的啊，这个我的好朋友，我没有血缘关系的亲妹妹，啊，这个你叫什么来着？对，那个我的妹妹贾玲小姐，掌声送给她。贾玲是瘦了，贾玲以前啊。拍身份证那个照片都是用航拍的，那脸有960。要不照不全，照不全。爱你中国，亲爱的母亲。啊，这个节目是这样的，不是说请我来给我端的高高在上的位置吗？是啊，然后再往地下扔啊。欢迎你来到由不走寻常路的国民大品牌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《奇葩说》。感谢我们另外两个给我们掏了钱赞了助，然后试图在我们这儿得到回报的那两个品牌，一个是高情商高智商的吉普自由光，是一个汽车，还有一个是喝了能活到99岁的莫斯利安酸奶。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我问一个问题啊，您说，在生活当中，如果有人向你求爱、示爱，你应该怎么表达自己呢？过呗。我让你过日子了吗？我是说，现在我坐你对面，贾玲，我真的我一直喜欢你，特别喜欢你，非常喜欢你，没你我不行，是吧？你要跟我好吗？我要啊！哥，你没那么爱我，没那么爱我。多大岁数了？好，我是白凯南。哎呀，这样你就明白了吧 ？OK。你会怎么真事儿？怎么说？干嘛干嘛去吧你？直接给是吗？我跟康永哥已经那啥了。这样。我已经有另一半了那我以后在江湖上怎么混下去？康永哥遇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呢？永远的就是转移话题。康永哥，我好喜欢你啊！没有你，我真的活不下去。I think I love you.你昨天吃的那个牛肉面没有啊？吃过了呀，可是我还是好想跟你在一起。我明天带你去吃火锅。小松，你每天遇到这种困扰，你这个……我特别容易，我就直接脱一光膀子。
人就要遭垮了。怎么你的胸部有什么利器吗？完了，左青龙右白虎了，这是。老牛在当中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脱一光膀子肯定就不是人家想象那种leafy 的，你知道那样的。没有哥，你误会了，你不脱我们也知道。不是，人家连你这张脸都接受了，你推光膀子能把它吓到哪儿去了？没有，他的意思是说，就是脱一光膀子可能就吓到女孩了。女孩说啊，不要发展的这么快。以进为退，已经是对，逼对方一把，然后让他退后。我曾经也在小树林里跟男孩表白过。我们不在意，没关系。不用说了，不用说了，好，自己记住就行了。好，那我们毕竟是一个严肃的辩论节目，而不是一个相亲节目，你看得出来吧？我看不出来严肃啊。好，让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道题目，有请友情领衔、不收稿费、全情出演的女神贾玲小姐。不要你钱，看你吓的。不知道你对我今天点的这些精致的小点心还合胃口吗？那相当之。那不知道你对你点的这个人还合胃口吗？也还不错。本来吧，我觉得相亲这事儿特不靠谱，是吗？但是今天呢来了，我就觉得还感觉有点对呢。那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呢。二位，你们俩是不是有话痨症啊？要是有病，我出钱让你们俩去治一下，好不好啊？现在都几点了啊？来，几点了？呵，手表还画上去的，凌晨1点半了。你俩从5点聊到凌晨1点半了，老板都带着老板娘下班了，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。你俩要不就结账？哎，我给你们俩出一个好主意，隔壁有一个小宾馆，去那儿开间房，好好唠，好不好？说啥呢？那我想问一下，隔壁那小宾馆在哪儿？不是那个，就是咱结账嘛，多少钱？135。135。你看你多爽快，大哥。这是140，不用找了。怎么能让你一个人花钱呢？咱俩第一次见面，我觉得得 AA 制。哎，纯爷们儿啊！怎么能 AA 制呢？你再怎么说也是一个弱女子，你要是一定想给的话，哎，我倒有一个好主意啊，咱俩一人一半吧。那不就是 AA 制吗？对呀。或者是一会儿上小旅馆，咱俩也 AA。不是，哎呀，你真跟我 A 呀？不是你真跟人家 A 呀？那你让我跟你 A 的吗？对呀，你让人家 A 的呀。不是，我跟你客气呢，人家跟你客气呢。那我不当真了吗？他当真了。不是，有你啥事儿啊？咋了？我这不是等着结账吗？你们到底 A 不 A 呀？不 A 我拿了啊，钱。不是你一个大老爷们儿，把你个大老娘们儿，你这不 A 了好吧？不 A 了，140不用找了。不是，哎，不是你撂钱你就走是什么意思？到底 A 不 A 了呀？哎呀，大兄弟，你就知足吧，这不挺好吗？啊，这女人心海底针呢，这是。有一女孩陪你聊了好几个小时的天儿啊，你还白吃一顿饭，临走我还给你5块钱，来。你说这5块钱挣的真是糟心。朋友们，我就有一个问题，这旁边的小旅馆到底在不是？我是想说。我叫贾玲 ，A 女神，她显然不太理解。我这么说你就明白了。您说 A 女神啊，吃你太你还以为你上的是个电视节目呢？人家小家碧玉的嘞。哪个家那么小啊？好，我们第一个题目已经出来了啊。相亲要不要 AA 制？相亲应不应该 AA？该，对，相亲不是把妹，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说我跟你相亲，我今天晚上就要领你去如家，对吧？至少是。但我会从女性角度来讲这个心态。对了，可以吗？我真的可以的，为什么柔情似水的部分我就不行？我不能柔情似洪水吗？好，如今。
你打算讲的是励志，其实 AA 是给男生的一个特别好的励志效果。女孩每天拾到的各种美，那男生出来干嘛？男生我长得齁逼难看的，掏钱的时候最帅，你让我帅一次嘛？你以为你付了这1半的钱，别人就会更尊重你们？你丑还是个丑，我还是回去跟那个恐龙约会，就算这个恐龙没有付这1半的钱，他还会照样说你是恐龙。如今，你能不能说2句话？我求你了。我想说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去相亲的。为什么？不会讲话，怎么相亲啊？人家就说，那你看照片就好，见了人大概也是。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。登录百度贴吧奇葩说官方榜，支持你的话题观点。场上一共16位奇葩，你们参加过相亲的举举手。哎，有一个。举啊，把那手举起来。对，好，你看没有？只有长成这样的才会去相亲。好，现场观众可以用红蓝键来选择，你觉得相亲要不要 AA 制？红键是要，蓝键是不要。好吧，那我们选择正方的观众有45个人，反方有55个人。那你觉得相亲要 AA 制吗？不要了吧，我觉得。谁出钱啊？男的嘛。OK， 好，我觉得 AA 制吧。OK， 那我就不要吧。我又不跟你相亲，你啊是不是？因为你在我心中的形象是一个绅士，因为我觉得绅士肯定会说。哪怕是跟我相亲了，你也会说哦，虽然我不太喜欢你，我就是不想在你心中当一个绅士，一点形象都没有吗？这么说吧，相亲也不会跟你啊。这是女神的位置吗？好，那我们正反双方现在看起来支持反方的人多，由正方第一位选手开始，谁呀？我还是我。好，金野你请。 OK， 我们这边的观点是，相亲一定要 AA 制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各位啊，相亲它不是约会，不是约炮，对吧？相亲的前提是我们要以婚姻为前提啊。所以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，你们坐在一起开始相亲的时候，你们的地位是平等的，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陌生的。我不知道你的口味，你也不知道我的饭量。我们到底要点什么东西吃？我觉得这种时候还是要平等、互相尊重，以 AA 制为原则来。当你相亲的对象掏出钱来的时候，当他替你买单之后，从这一刻起，你们之间就不对等了。就算以后你们走入婚姻的殿堂了啊，他还会提起来当年咱们相亲是我买的单，甚至以后你们生活中所有东西这都是这男生买的单，那你还有你的话语权吗？亲爱的女生们，你们要好好的想一想。我希望各位女生以后在你们的另一半的心中，永远是那个无法用所谓的价值来衡量，永远是最重要的人。如何成为这一点？第一步，相亲时从 AA 开始。好。哦，你挣票了哎，支持他的摁红键，对，支持他的摁红键。我们来看一看，涨了，10多票，10多票。好，对面谁先说？艾丽。我给你介绍一下艾丽这位选手，她的名字艾丽，她的姓按照汉语的习惯叫草叉爱。草叉爱是什么？就是我是一个少数民族，然后我今天是用汉语再去辩论，全名是努尔埃迪阿布里兹，所以我要是说错话，您要照顾我一下。你是来自莫斯里安的吗？我打算活到99岁。在座的所有女生们，你们都非常的美。将来如果有一个男的给你说，我给你买过一顿饭，以后你就是我的人了，我告诉你，啪一巴掌抽过去，太不要脸了！怎么能是这样的？买一顿饭你就能把我买了吗？简直是瞧不起我。但这顿饭，我认为还是要男方买单的。说实话，今天呀，我站在这边。没有任何的犹豫，我觉得打死都不能是 AA 制，一定要男方买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我选择 AA 制的话，我回到家肯定被砍死啊！不开玩笑，我妈真的会砍死的哈。当然，我说到现在，很多人会说，哎呀，你这就是典型的直男癌。我要纠正一下，我是直男，我骄傲。
但我并没有直男癌，我只是充满了爱。我希望有份担当和责任，在第一次相亲和约会的时候就能体现出来，让我买一份单，让你知道我的这一份心意。那有人说了，那给男人的压力也太大了，不是有一句歌词叫做“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”吗？对，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，但如果你不去奋斗，你就是个窝囊废。所以在座的我对所有男士就说一句话，叫做 Be a man, do the right thing。谢谢。哇，67，你们两个鸡贼。你们今天发现了我们现场基本上女生居多，所以两个人就特别，你看上来吧，各位亲爱的女神，啊，完全不顾贾玲的感受，这是大神，大神。好，正方现在非常险恶，73比27。好，那我开始了。艾丽真的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，说的我都心动了。我要是姑娘我就嫁了。可是你们要知道，想要嫁人一定要小心谨慎。大家仔细回想一下刚才说了什么。他如果选择了 AA， 回家会被人砍死，原因是因为他们那块不接受你一个大男人占女人的便宜。说明什么？在他们的价值观里，男人就是比女人强，一定要照顾女人。说明他们先天性是一种大男子主义者，把你们女人看得太弱了。谁说女人一定要让这个男人保护我们女人差你一顿饭？不是我，你们女人。花心，你一定要凭着本心说话啊！要告白吗？没有，虚伪人性面具，撕下虚伪的面具，接着跟大家聊。现在是什么社会啊，女同胞们？需要这一顿饭钱吗？像我们马薇薇女士，明明一个可以靠脸吃饭的女人，还活得这么坚强。她刚才又说了一句话，是因为爱。可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温柔的刑求。我这种爱保护着你，算了，你一个女人在家帮我养孩子就好了，我多爱你，你想买什么包包你去买，我爱你啊。然后这个时候你如果是一个心里有抱负的女人，你还不能报警，你说我老公好，你说我老公好变态呀，他不想让我出去上班，他就给我买包包让我吃饭买单，警察会觉得你有病。可是这种刑求是让你一个女人失去了自我。所以最后一句话，有一种温柔的刑求叫做霸道总裁，有一种无奈叫做小金丝雀。所以女孩们一定要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树立起那个权威，老娘不差你这一顿饭钱。好，谢谢大家。搬回来了，但是还没有搬到位啊。对面怎么办？撒，来了。我觉得刚才听完花溪说的话，感觉是这样的，觉得你是在用一个小男人的情怀，在努力的煽动现场所有女孩们那颗还没有萌发起来的，可能也不太必要萌发起来的大女人的心。那接下来呢，艾丽讲了男人的眼光，那我也要讲一下站在女人的立场来讲一下。我是一个小女孩，现场也有很多我的好姐妹们，你们要仔细想一想啊。我其实以前呢也从来没有在意过，就是出去约会相亲的时候，到底谁买单，到底要不要 AA 这回事情。可是自从我接触了我上一个男朋友，结束了这段感情以后，我突然发现，哦，原来有的时候第一次见面那一次约会，他的一些态度是可以说明一些很重要的问题的。我跟我那个男朋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是要去看电影，于是呢，在选完座位以后要结账了，当时这个男孩就拿出了他的手机。然后开始摆弄起了他的手机，他脸上的表情跟现场的场景完全不违和，你知道吗？就感觉镇定自若。我说 OK， 那我来买单，我就把这个电影票的钱给了。我买完单以后，突然回过神来对我说：“哎，对了，那个刚才买的那个电影票1张多少钱？我把那个钱支付宝打给你。”天哪！我当时想，我说，哎，可能每个人的消费观念不一样，我不能要求我第一眼跟你见面的时候，你的想法就跟我惊人的一致吧？我说行。可是我意识到问题出现的时候是在我们3个月后分手的那一天，我就问他理由，他说他觉得我们的这段感情真的是我俩太不公平，他就要跟我要公平。他说之前哪一天我多倒了一次垃圾，之前哪一次我多洗了一个碗，我觉得这样点点滴滴，我就突然意识到我们感情里边的每一次付出，每一个为你好的行为，我们都要来做一个比较。我想请问各位女生一句，这样的男人跟你说这样的话的时候，你还有勇气漫漫人生路选他跟你一起走吗？好，支持思达的可以按蓝键。思达，我就想问一句话，就是你的情感生活好像不太顺利哈？真的是，就是为什么所有的渣男都会被你碰到？好，正方下一位。
思达，姐姐啊，作为一个在男人身上摔过很多跤，喂，这叫什么话？所以就一直趴在他们身上。中老年妇女劝思达和在场的各位小女孩一句什么话呢？就是刚才你们的问题并不出在相亲上，是出在相处上，这跟 AA 制没关系，这只跟你们的价值观不同有关系。而女孩子们在跟男孩相处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价值观这么不相符的另一半，我给大家的建议是：快分手，莫强求。有的时候并不是我们天生容易遇渣男，是彼此价值观不吻合，互相碾压，把对方都弄成了渣。好，相处的问题讲完了，下面我们来讲相亲的问题。他们相处最大的不同是什么？是大家在相亲之前压根儿不认识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陌生人。好，这个时候我们迈出了彼此试探的第一步。有人这样子迈步的吗？对呀，因为我比较鬼鬼祟祟。OK， 好，这个时候你会想，这个男生如果对我大方的话，以后就会对我超好。停一停，他这个时候不是在对你大方，他是在对一个陌生女人大方。所以这种喜欢乱大方的男人会有一个问题哦，他跟其他陌生女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也会容易怎么样啊？爱花钱哦。所以等他变成你的男人的时候，他爱花的可就是你们的钱喽。对，不要急着笑。OK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艾丽刚才超有风度的说，我们男人就是要保护女人，不能让你们吃到一点点的苦。对，超级棒，艾丽，有空大家一起相个亲啊！来吧，拒绝我不要紧。好，那么下面又会有另外一个问题了，就是他认为买单是男人的本分，你们女人就做好女人，不要做大女人。请注意，不要着急，我不会论证女权主义那么拼的，因为我为人向来谦和。所以我就需要你一辈子不离开我，养条狗啊，养条狗啊！我只是要论证什么呢？请注意，众男人他没有把你当成人，什么意思？他爱你如爱猫猫狗狗，你知道吗？他会照顾你吃，照顾你喝，照顾你拉，这个有点难。总而言之，他会把你生活的方方面面都照顾好，而你只需要回馈他一样东西，这样东西听起来超甜蜜、超诱人的，就是取悦他。可是各位，因为你肯定能做一些猫猫狗狗做不了的事情。哎，对，有的猫猫狗狗也能，只要经过训练。OK， 好。可是各位，你知道吗？爱情中，女人最希望获得的，并不是取悦这个男人成功，是让他能够欣赏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存在。你不取悦他，他依然爱你；你露出缺点的时候，他依然爱你。这个时候，你才起码不是大女人，是一个人的存在。所以第一步，当我们还是陌生人的时候，让我们先划清界限，让你看清真面目的我，让我看清真面目的你，这才是我们对彼此最大的尊重。你们可以开始投票了，谢谢。好，等等，谁给你鼓掌啊？你站起来给自己鼓。我要说，我来自一个很大的城市，叫上海。我们上海的这个城市呢，是除了美国、西方这种国家之外最流行 AA 制的一个地方。但是我们上海女人约会从来不 AA 制，为什么？我爸妈把我生得如此貌美如花，我跟着你约会你是赚了，你知不知道？你还敢问我要钱？你疯了吧你！
44岁，少吃多少顿饭，为了保持现在的体态，你知道吗？我多不容易，我双眼皮割了多少钱？我让你花钱了吗？我每天有多少？我要美容，要做指甲，还要保持我的谈吐，还要去学习，我还要去赚钱。我爸妈投资了我这么多，最后我敢坐下来跟你相个亲，很给面了，这位哥哥 ，OK 是不是？上海 girl don't go Dutch 就是我一向的态度。我跟男人出去约会，手不带的。没有手都断的，我什么东西也不拎，我连门都不开。我最多一件事就是掰那个可乐上面那个，就是要没有人给你开门，你会一头撞死的。我们从小被我们的父母、被我的妈妈教育成为什么？我们女孩子是值得被尊重的。你帮我付这个钱是尊重我 ，OK？ 我们谈钱的事情，我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 AA 制，不代表我不花钱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有2个时候我们一定会买单的。第一，我没把你当男人看。你终于选择对了方向。我没把你当男人看，我来买个兄弟嘛，这有什么关系啊？我付钱好了，老子不缺这点钱，对不对？第二，在约会的时候，我为什么会买这个单的？因为我看不上你。看不上你之后呢，就拿这点钱就解决。为什么我会想到一个问题？因为我妈告诉我的，人呢都有生活经验的。我们相亲都是别人介绍的，回来打个电话，哎呦姑娘啊，你相亲相的怎么样？哟，这个男人要跟我 AA 制，人渣。你回去连你姑七大姑八大姨的脸都不看，想给我看。我听过美国一个故事，我女朋友嫁给一个 ABC， 我的天哪！回去以后，猫粮你付，狗粮我付，孩子赡养费1人1半。啊，冰箱里这个饮料是你买的，这是我买的，这日子能过吗？别了，我宁愿孤独终老。谢谢大家。超棒，超棒啊！我觉得。花溪我就不管了，那个金主轩，你坐在这个阵营里面，真的是想死的心都有啊！来吧，言语尽，萌萌哒，萌萌哒，小金，刚才甜甜姐告诉我们，她长得貌美如花，花了钱再割了个双眼皮，给你去相亲还跟她要钱。可是各位，刚才马东老师问我们，现场哪一个选手去相过亲的时候是长得最独特的？我们的选手举手去相亲，代表什么？相亲一般你要去相亲的时候，代表是什么？你在市场上面很难找到伴侣，所以我们要用独特的局面帮你制造。就比如可能是我要去相亲，这时候你觉得那男的会觉得我是一个貌美如花、割了双眼皮出来的吗？所以真的是所以不会看到林志玲去相亲，也不会看到薇薇姐去相亲，他们是不需要相亲的啊，这是第一。第二，他说相亲嘛，凡事算得斤斤计较，讲的是公平。我没有讲我们去算相亲，如果我去麦当劳相亲，也没有人会去麦当劳，可能我会去。我们买薯条要算，我吃了15条，你吃了15条。我们的 AA 制不是这样，我们讲要 AA 制，不是为了公平。你要知道，相亲主要是去做什么的？是吃饭的。这是一个饭局嘛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相亲的话，是你买单，我怎么敢点那么多呢？叫我们要吃什么？吃生菜啊，吃沙拉那种前菜特别便宜的那一种咯。所以相亲每次都吃不饱。我觉得我突然间想到，这是一个减肥的方法。我跟你讲，这个我完全支持你。你看，没有相过亲的人就会变成这样。同病相怜。如果你吃不饱，你看对面那一个人，不管他长得多帅，你都觉得他可能是个烤鸭。你想的不是他现在跟你介绍他做的什么职业，你想的可能就是那一个饭，你想吃真正想吃的东西。即使他带你去多好的餐厅，你点的还是生菜的时候，你也只是想，哎，我应该下次再来自己点菜了，是不是？如果你点很多，你很大胆点很多，这时候问题不是在你身上，是在男方。不管你长得多么貌美如花，他看你的都像个账单。所以唯有 AA 制
聊得开心，以后我们走的才会走更远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谢谢。好，现在是50，哇，又回来了！我现场的观众，我太爱你们了，你们耳根子太软了。他俩说的真的是特别好，特别啊！颜如晶是被逼的没路走，变出这么奇怪的状况，真的好啊，太惊人了。他相亲的经历，一个人看一个人像烤鸭，另外一个看那个像账单，哇！好吧，潇潇。哎呀，亲爱的如晶宝贝呀，你再这样，你再这样，你真的找不到男朋友了呀！谁天天谁抱着一个要去吃饱的态度去相亲的嘛？你是要去找男朋友、找老公的好吧？你刚才还说去你还说去麦当劳，我接着麦当劳跟你说，我们不分薯条。比如说我一个男生，我吃2个外带全家桶，你吃2根薯条。好，我现在要跟你 AA， 你答应吗？大家好，我是一个农民，我爷爷奶奶呢是地地道道的农民，但是呢我是一个不合格的农民。我直到前几年我才知道，我们老家的特产不是韭菜，而是水稻。但是我每一年看你这个鞋和这个裤子的样子就知道，你刚从稻田里出来。我有这个插秧的天赋。那我每一年我回老家，我要做什么事儿呢？因为他们觉得我特别容易调和气氛，每次让我去陪我哥相亲，当免费的暖场小公主。好，小公主。每一次陪我哥去相亲，我哥在外地打工啊，没多少钱啊，必须点一大桌子菜，几个人绝对是会浪费，但是就是要看上去这个场面好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们农村，大方是对一个男生非常重要的美德，因为他们回家就是要娶妻生孩子盖房子的，所以他要在第一时间让这个女生看到他的态度，他是一个大方的男人，他是一个有担当的男人。刚才呢，花溪已经站到了女性的这一方，那对面呢就只剩下金老师一个纯爷们儿了。金老师刚才要求平等，你帮帮忙好吧？我们的女性朋友们出来给你约个会，化妆不要钱啊，买衣服不要钱啊，什么不要钱？你要求平等，坐在你面前，你看看你那个德性，你跟一个大美女吃饭，你还要平等。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适当的时候要给一个男人嘚瑟的空间，因为一个男人他是要面子的呀，朋友们。你们负责美，我们负责给，你们冷艳高贵美，然后我们呢？不高不帅，你们让我们炫下富嘛？我都娘成这个样了，我都不想 AA 制。你个纯爷们儿，你还 AA 制？真的是农民吗？笑笑，你可真是个纯爷们儿，还真不是。哎，你们发现没有？对面的纯爷们儿，他们照顾女生，你负责美，我负责给，他们给多少？135。发现了没有？你们这个所谓的大方，付出几十块，我算你多几百块了，纯爷们儿，100块都不给我，你好坏老外的！你干嘛？还要欺负我？冷静一下，什么意思？100块都不给的意思是你只要100块啊？面子也太便宜了，你们也太便宜了。我们女生会，大哥会让一个男人走过来照顾你，说，哎，这样是以后你就归我照顾了，给你100块。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收费就收100块。我不是说人不能卖，但是会被便宜了一点。没这么廉价好吗？100块都不给，这是一件好事吗？所以，我给各位女性朋友的建议是，我们可以负责美，你们男人也许也可以来照顾我们。拜托，你花100块照顾谁呀？不要跟我说什么100块都不给，你的100块，老娘不要。亲爱的微微
薇姐，我想提醒你一下，不是我们不给，是我们要给，你自己嘚瑟，你不要啊！你给男人留点余地好吗？我要告诉你，我们出来吃饭，女人，男人看的是女人的脸，女人看的是什么？男人的风度啊！这个时候我吃完饭了，我说，哎，那个你就点了一盘生菜沙拉，但是我还是要给你 AA， 这样男人你敢要吗？如晶，你说给生菜沙拉的钱呢？你要搞清楚 ，AA 是我们分平分。如果你给钱了，这就是我只值一盘沙拉钱呢，你懂吗？不过，哎，看来你真的不懂。不是，亲爱的，你给啊，你请啊，你请啊！要让如晶说一下，刚才站起来摆了一个姿势，又坐下了。来，如晶说，是谁跟你说相亲是为了吃饭的？他想象的，他想象的。难道相亲是在电影院之类地方相亲？反正我懂你的意思，你就坐到餐桌上，你就要吃饱就对了。对，我不是因为要吃饱，所以说要 AA。我是告诉你，薇薇姐的意思也很简单嘛。如果你相亲，你给了100块给我，就我要负责美给你看，就是说喂，我不会讲出口了，我就只值100块吗？如果你今天讲你请了我吃一盘沙拉，这就是我只值一盘生菜沙拉的钱吗？所以说还是各自教自己的菜，大家自在。亲爱的，刚才你们都说到一个问题了，就是我们相亲的对象，要么是亲人介绍的，要么是朋友介绍的。金老师自己也说到了，不是手机摇一摇摇出来的。我们不是约，别把自己搞得那么下贱。我们请你吃，不管是100块、200块还是1000块的东西，我们不是说买断你这个人，让你今天晚上跟我们回家，就请你吃个饭，就这么简单，别想太多。我也只是给钱而已，不要想太多。好，你还敢出去相亲吗？我好爱这个。我把它许配给你吧。爱他的人现在特别多啊！董兄，你们好像目前处在劣势哦。相亲跟约会不一样，相亲也不是谈恋爱，相亲就是一个为了任务去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。你想想看，一个我没有兴趣的对象，我还坐下来，像甜甜你所说的，你坐下来看到这个人已经没可能了，你还跟他吃2小时的饭干什么？你坐下来一看，没可能，15分钟就闪人啊！很高兴见到你，可是我们不再联络了，这个才叫做相亲。相亲是要讲求效率的，所以不要拿谈恋爱的标准来看相亲这件事情。我们这一方的立场是，将来我们就把游戏规则定清楚了，相亲就是相亲，我们为了找到另一半共同生活下去。那今天如果大家能够接受我们的游戏规则，以后大家相亲的时候比较好解决一点，不用搞得乱七八糟，心里面有很多杂念，以为自己要呈现绅士风度，以为要塑造友善的气氛，都不要。相亲已经是很残酷的了，我们就现实的面对它就好了。好，我觉得首先这件事儿跟买卖一定是无关的，所以纠缠在买卖上是极为没必要。这又没让你买房子，说咱俩 AA 制买，还是你们家给我买房子，不就吃顿饭吗？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希望就是说，我希望买单。第二，我希望没有给你买卖感，所以我不会让你看到我怎么掏出钱包，怎么扯出2张大团结，怎么把服务员叫来多少钱，甚至不会让你看到结账的对，我不会让你看到结账的过程，跟结账数字什么135找回65，拿回63，说2块钱不要了，拿走吧小费。对，这是基本的修养。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根本没有什么选择，我肯定是选择，首先是不会 AA 制，第二我不会让你感觉到买卖。我觉得这是一个，也不是为了让你喜欢我，我没准还不喜欢你呢。我说完了。好，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可以根据你们刚才对双方的评判，来最后选择你们的立场。应该说，不是你相亲要不要 AA 制，而是谁表现得更好。来，最后，你参加我们这个节目，说说感受。我觉得遇到各位奇葩，真是我的荣幸。没了。你跟白凯南一起生活了那么长时间，你还没习惯？没有。我今天
我今天来这儿我才大开眼界。发现白凯南就是呸，白渣男啊！好，让我们来看一看最后的结果。反方胜。因为如果我选择 AA 制的话，我回到家肯定被砍死。每一个为你好的行为，我们都要来做一个比较。你还敢问我要钱？你疯了吧你！你个纯爷们儿，你各位，艰难的时候到了。正方4位当中有1个人会被率先淘汰，3位，请写下你认为谁该被淘汰的名字，写题板上。请说出为什么选择这个人，但不要说出这个人的名字。因为我很喜欢有特点的人，凡是对我有记忆点的人。因为刚才有8个选手。你说的是有点的还是有记忆点的？把这个词儿还是说清楚。记忆点，就是今天能够很有特点的人，我会记住的人。OK， 好。小松兄呢？这个。阐述自己的理论或者准备好的东西能力都已经差不多了，在这儿拉平了。但是我觉得关键是在对战中，迅速捕捉对方的弱点，立即能予以回击，这才是一个好的辩手。这个我看到阐述完了自己就坐那儿，从此就不再发言了。我觉得这个那我们不是请一个 CCTV 播音员来是吧？我们是要我们 CCTV 招你来。东哥他骂我们是要有在对战中要有迅速捕捉以及反应的能力，才好。康永兄，我今天挺高兴的，就是8强真的有露出强的气质来了。他们的确这件事情这么少一个题目，其实双方各自辩3轮已经差不多了，所以到第4轮还能够找出一个角度来，我觉得很不容易。尤其颜如晶那么诡异的角度都跑出来，我觉得太奇了啊。那我选的这个人主要，我觉得他已经够资格列在8强之中，可是相对来讲呢，煽动气氛的能力，就我从这个角度出发。好，来3位请亮题板。本节目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独家冠名播出。一定要下载爱奇艺视频看奇葩说呀！微博关注爱奇艺奇葩说，跟我们互动。微信添加奇葩说订阅号，每天推送纯干货，喂饱你。对呀，ABCD 嘛。2位选择了金宇轩。所以在由这个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《奇葩说》8进6的过程当中，首先被淘汰的是金宇轩。我在这个节目里面，其实我一直是蛮难熬的，有的时候，因为我必须要考虑到很多的东西。但是我觉得人生除了苟且之外，还有诗和远方。我非常感谢能有这么一个经历。以后我觉得有很多选手的人物原型都会讲剧本里，太有意思了。好，谢谢金宇轩。欢迎大家收看由时尚最时尚的美特斯邦威冠名播出的《奇葩说》，同时我们要感谢喝了能活到99岁的莫斯利安酸奶对我们的大力支持，谢谢。下期节目再见。基本上我觉得选手中间有差不多5个比较强的，我觉得今天还是能明显的看出强弱。不是范冰冰没档期吗？才叫我来的吗？就说世上能替范冰冰的只有我一个人。有一天如果我要是来录的时候，记得尺度要大一点，尺度要大一点。